它原来是主打者，我们的中国它是从1.0版到2.0版是被打者，被打以后呢，当然它忍气吞声。我觉得现在他们以牙还牙，奉陪到底以后呢，他们招式很多都隐藏性的嘛，你知道神秘最美，很多东西美国看不到，他一招一招出来以后，美国才发现关税打不动。其他的用霸权、霸道、霸凌也做不了。美国真的是经济学家到底到哪去了？川普在贸易战中是学中国了吗？我们来关心的是他把他们的重要产业给国有化，并且呢要来拼稀土。同时间在粮食方面，他要封杀来自于中国大陆进口的这个豆油哦。习近平的部分则是早就已经布局了全球的矿战。今天要来关心这一场中美之间的镜像对决，谁输谁赢？今天节目一开始的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首先第一条，美国现在是在反中没有错，但是却学中国，在产业的制度上，川普说了喊自由市场，却是把产业收归国有，也设置了这些产业在购买的价格上面的最新下限，控制市场，这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选前他的政治秀呢？第二件事情是现在稀土战已经升温了，美国但是在这个状况下能够摆脱来自于大陆吗？尤其美国政府现在又入股了他们自己的这一间稀土公司，能够稀土真的做到独立吗？尤其没有中国大陆的精炼技术，美国能够撑多久呢？今天也会关心。第三件事情，我们来看到这个粮食战开打，中国现在拒买美国的大豆，川普则是怒封锁来自于大陆的食用油的贸易，双方在拼这个粮食战，到底谁会先认输呢？今天都会做一次的解读。我们来赶快关心最新消息哦，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为了对抗来自于中国在稀土上面的限制，现在川普双管齐下，他打的就是稀土战，同时也打粮食战，两个重要的策略。第一件事情在产业上，我们看到他把他的战略产业全部都是国有化了，尤其他特别宣布了美国的7大关键产业，接下来都会由政府来做比较严格的管制，从稀土相关到半导体、药品、钢铁，全部纳入在战略的管控当中。因为贝森特是这样讲的，他说面对像大陆这样子的一个竞争对手，它是属于非市场的经济，因此我们就必须要实施全新的一个产业的政策。美国这一招被视为是真的吗？是学大陆的国家资本主义？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学得来吗？打得赢吗？今天也会关心。第二件事情是美国的第二招，它设定了这个价格下限，为接下来的稀土、钢铁等原物料设了一个所谓的保底价，防止大陆用恶性的低价来垄断市场。这是来自于美方的说法。他说，北京过去20年就是靠这样的手段降低价格，把这些外国的竞争者都赶出了市场。如今美方是要反手来封杀这一种策略，所以最新的一个具体实例就是在今年7月份，大家还记得吗？当时美国去入股了 MP Material 啊，这个国防部跟这一间公司7月签下了协议，政府除了入股之外，还有设定了这个下限的价格保证金，还有会规定一定会做长期的购买，等于是美国正式进入国家互矿的时代了。节目一开始要请教聂老师怎么看了？川普一边是骂中国大陆的非市场经济，一方面又在把这些国有化入股、价格下限全面的来控制产业。这个不就是大陆的那一套资本市场国家主义吗？美国学得来吗？聂老师怎么看？对，我跟你讲，我从小大家就有讲过，当你共产主义走到极端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走到极端就是共产主义。真的，现在开始这个 chemistry 正在发酵。我先讲一下 Besant 讲的说，中国这根本不是市场经济。请问定义一下 definition， 什么叫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吗？还是什么？我跟你讲，中国也没有市场，也没有非市场经济，他们叫的市场经济叫做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对，他们是共产世界，他们由集团决定，他们的5年计划就规划未来，所有东西稳抓稳打，这步步为营。你要学它很难学啊，所以你要学它那招太难了。我现在讲，他有招学招。他不是一直在打西洋拳吗？那个拳一直打，而且那个拳很简单，就一招叫做 tariff 关税。他现在又多了几招了，为什么呢？他发觉只打关税打不赢，那个拳打了人家逆来顺受，太极拳一下嘣一下又回去，突然一个稀土招，突然一个锂电池招，未来还有这个硬材料招，他会吓到，所以他说我们要从别的地方来做，学他们。可是你要知道啊。今天呢，它原来是主打者。以前这个我讲对岸我们的中国，它是从1.0版到2.0版是被打者。被打以后呢，当然它忍气吞声。我觉得现在他们以牙还牙似的，
奉陪到底以后呢，他们招式很多都隐藏性的嘛，你知道神秘最美，很多东西美国看不到，他一招一招出来以后，美国才发现 tariff 关税打不动。其他的用霸权、霸道、霸凌也做不了，去用我们的友邦联盟，其实还是有效了。像巴基斯坦最近就是出卖了这个中国嘛，对，你知道这巴基斯坦出卖中国这个事情是非常可怕的，他把技术出卖，所以中国才会丢61、62号公报。这个公报除了要抑制美国，主要是克巴基斯坦。好，现在重点就是美国发现不对，所有招都不用，只能用它的经济招式。可是这招矛盾百出。我跟你讲一个，什么叫价格下限？你要对稀土科价格下限。经济学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叫做需求或供给产量的价格弹性。请问一下，如果价格弹性很低，就是价格变化了，它还是需要的东西，你设下限干嘛？像稀土。美国不需要吗？设下限一定要卖贵，不要买你稀土，你稀土不要进来。美国不想要稀土吗？美国不是想要稀土吗？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必须说明，美国真的是经济学家到底到哪去了？这财政这个 Bessent 到底是学什么的？那政府这个首领这个川普不要讲了，他随便就抓了一个关税很奇怪的数字，一个不合理的作弊的模就出现。我现在要讲的，他这个是错误百出。第一个，什么叫做价格下限？你只能说对传统产业像电动汽车，中国真的是已经当品到全世界，这个那么严重的，当然这个所谓的需求价格弹性很大，就变一个价格你就会。不要这个才要自己嘛，或者设下限不让你进来。你对半导体、对稀土设，这个其实有违反我经济不管说我是不是专家，一个学理的一个基础理论啊，我觉得很怪。所以美国现在打的我都觉得听不太懂，除非是媒体啊这个转翻译错误。那么当这里面还有非常多的问题哈，我就在想说。到底美国现在学中国想学哪一套？因为中国学美国学得很仔细。你看光那个晶片在华为的时候刻它，只要有这美国技术的0.1，它就颗粒，它就学你一样的嘛。稀土只要它0.1的技术就颗粒。那这美国刻了港口费，对不对？发觉全世界船都是它的，就刻它的特别港口费。中国也会学啊，就来了一个，你没有船没关系，我刻你。大部分国际的资本市场的资本家的事业都是你有美国持股，只要超过25%以上的美国企业持股的船运一来，美国全部都傻眼，每一招都被打，这才叫学习。你现在学的又学的四不像，所以你说他这个资本主义要走到什么未来，我不知道，我只能说，川普现在有点慌了。他找的中心内阁也都不是很专业，因此他的中心内阁在拟定出的政策可能没有那么的有经济基础、经济学理论，去给一个最好能够让他们不管是打赢或让世界的经济能够和缓的一个好的政策。好，所以我们看到美方这一次是有样学中国，这不过是学的四不像了。那现在针对稀土还设了下限，希望能够独立，真的做得到吗？尤其是晶片技术现在掌握在大陆手里，厉将军怎么看？那我觉得美国现在来讲的话，川普发现说很多的他国家安全的战略的产物，必须在国家必须要适时的介入，跟这个具有它的股权。我们从 Intel 来讲，美国也要参加股份哈。那这次稀土来讲，它也要参加股份。那我们可以称之为具有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哈，就美国开始要加入这些国家产业。但是你稀土这项东西哈，你是不是这么容易就能够完整的提炼技术？那我认为说是中国稀土的提炼是从邓小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个研究这个稀土提炼的技术，所以那个时候邓小平讲过一句话哈，这个美国有晶片，我们有稀土，那时候他就讲过这种话。那反观美国来讲的话，是在2015年的时候，他认为稀土提炼具有高环境的污染，那时候他就停止。那距离现在已经10年了，所以大家评估，如果说是美国在稀土提炼的技术，那不管从开设工厂到提炼的技术哈，真的能够达到中国这种提炼精炼的水准，那可能要有10年的时间。他们是依据他们2015年提炼到现在。那之所以说美国将稀土设定价格下限，也就是说你要买这个稀土来讲的话，最低你要多少钱来买？我觉得这种行为在商业上面来讲的话，等于是说挥刀自宫，自己这个断了自己的生路。以后这个你要相信，这个商业上面来讲的话，当然是自由市场，一定是说这个什么地方便宜，我跟什么地方买嘛。那你美国自己设定自己的价格的一个下限，那你是不是要求自己一定要用比较高的价格来购买这个相关的稀土？关键是说你设定这个价格，你都还不见得买得到，那更何况说是你用更高的价格。
现在我觉得稀土这一招大概已经将美国打得很痛。然后美国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他后续来讲，川普我们看到他态度已经放软了。究竟在月底这个习川会到底会不会谈到这一块，我们拭目以待。好，我们刚刚看了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税战，重点之一就是这个稀土战哦，打得如火如荼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粮食战。粮食战的方面，大陆拒买美国的大豆嘛，从7月份开始是直接降为0啊。那美国的这个农业已经损失了大豆至少数十亿美元这么高的金额，川普在这个时候就痛批了大陆的行为叫做经济敌对行为，所以他说了，接下来我们现在正在考虑的哦，就是针对你跟你中国大陆的食用油的贸易，我们要完全的把它给全部中断。尤其其实呢，这个豆农啊，美国的豆农是很痛恨大陆的这个进口的这个所谓的食用油的，因为2024年的时候，美国从中国大陆进口的食用油创下新高了，引爆这些中西部的农民怒火，他们抱怨大陆抢走了他们的市场。所以呢，这一次川普祭出这样的一招，大家就在说，是不是为了自己的期中选举的选票考量，所以做了这件事情，让农民可以高兴呢？那另外一方面，确实现在大陆在粮食战上面是有一些为难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现在到年底到明年初，大陆其实还是需要大量的黄豆的，大概达到800到900万吨。但是呢，两个重要国家，第一个美国，它现在跟他打贸易战，不能跟他买嘛。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巴西豆的价格却是不断的每月几乎都在升高，所以现在只能靠阿根廷或者是中国大陆自有的国家储备来撑场。这一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从稀土打到粮食，到底谁的底子比较厚？接下来大陆在黄豆方面会怎么来做因应呢？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是一个粮食不对称作战，不是？因为目前来看的话，中国大陆是买方，我认为买方占据上风。那中国大陆都向美国进口蛮多的。那现在美国是卖方，我认为卖方目前占据下风。中国大陆每一年向世界各地进口9000万公吨大豆，我们看它需求量是非常大的。那在去年呢，它是向中国大陆向美国进口了，我们讲钱好了，126亿美元。对，我们现在买大豆126亿美元，买了2700万公吨，对，等于起码非常多的。那现在，那中国大陆到现在为止没有买。我们看现在是10月，我们看9月中国大陆买了1287万公吨的大豆。但是没有任何一公吨是买美国的，巴西、阿根廷，是这样。那美国就急了，因为到11月的时候，整个大豆都还是现在满坑满谷啊，对，都没有外出去啊。中国大陆是买方，我就是不买。那不买的话，中国大陆总要吃啊。我认为中国大陆有3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它第一个用进口替代，他就找阿根廷就好了嘛。当然会贵一点，但是炒阿根廷，因为巴西买的差不多了，那买阿根廷。那我进口替代市场，我就不买美国，因为在贸易战大家继续要打奉陪到底，那我就买阿根廷，我就是不买你，是这样。我认为进口替代有可能。第二个，中国大陆会认为啊，我们所说到的粮食替代，不见得大豆，有些东西饲料用玉米就可以了，用小麦、还有大麦、还有燕麦可以了。我们这样子，我们大豆少用一些，粮食不要用大豆了，通通都用这个玉米来做这个我们讲这样饲料是这样啊。这个我们就讲到的，它是粮食替代也减少大豆的这一方面，中国大陆不会因为这样就低头了。那这个我们讲进口替代完美粮食替代。那第3个呢，它可以饮食习惯的调控，我们可能少喝点豆浆，少吃点豆类的产品，那可以我们可以吃其他面粉啊、什么米啊，什么都可以。然后呢，因为美国也不进口中国的我们讲的食用油，对，就是大豆油啦。对，那我刚好你不用，那不就我大豆也少买一点了，因为你不，我这个大豆油市场已经变少了，为什么？美国不买了嘛，那我也不需要这方面的大豆，所以中国大陆开始做宏观调控。这宏观一调控之后啊，还真的忍下去了。忍下去等谁倒霉？卖方倒霉啊，是美国倒霉啊。所以我认为目前来看的话，中国大陆买方占大豆市场的上风。好，搞了半天，中美之间毕竟还是中方还是这个买方，买方永远占上风，可以做战略上面的调控。同样的问题再请教姚老师，又怎么看？我们讲中美的新冷战，我觉得现在已经确定进入到中美经济冷战，也就是中美现在在经济跟相关的层面呢，进行到全面的竞争对抗。我们看之前有所谓的贸易战、科技战，那贸易战就是关税战，从川普1到拜登，然后呢，川普2的时候呢，对全球的关税战，但是以中国为主。
然后呢，科技战应该是说现在中美竞争对抗最核心的这个部分，因为科技可以有新经济，科技也可以带来新的军火的这个技术。可是我觉得现在多了2个战，一个叫资源战，一个叫做产业战。资源战，中国大陆用大豆、用稀土，可是你觉得是他首先在打资源战吗？美国的232条款就是在打资源战，也就是钢、铝、铁、木材、制药，那现在又扩大到我讲的第4个层面，产业战，也就是说美国讲的7项就是战略性的产业，包含 AI、半导体、稀土、能源、军工。还有这个清洁能源之类的这些领域，其实现在都已经开始在进行就是争夺。那美国现在要扩大到一些它的盟邦尤其在反制稀土这个层面。我个人觉得中国大陆在稀土这个领域它现在敢这么打，也就是因为它要反制，而且呢，它已经有底气。反制是为什么原因？中国不吃这一套嘛。跟你谈了4次的高层的会议了，结果你还是不断在9月以来在对中国做施压、制裁、常备管辖，所以呢，中国要反制。可是过去如果是被你压制的部分呢，其实反制对中国也是一个内伤。可是现在他觉得他有底气，你看在这些科技战的层面的半导体的设备装置，新凯来，深圳的新凯来代表的就是中国大陆觉得在这些领域我已经可以反制你。有底气，那它的稀土层面有几个优势。第一个技术优势、成本优势、时间优势、人才优势。所以最后你讲到刚才思敏提到的这个食用油，美国用食用油来反制，这是误解，是要做 used cooking oil， 那就是叫做 UCO， 那个是回收的食用废油。美国进口之后，这个很大量，因为中国太喜欢用油嘛，所以大量的出口到美国做什么呢？做生质燃料，做什么呢？农业机械的这个燃油。所以美国如果不进口，那你自己受伤受损，那中国就说它有反制，它有底气。所以现在中美之间的新冷战进入到了一个经济冷战的这个新阶段我个人觉得是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危险的循环，越来越激烈。好，其实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现在在美国的经济现在拉起警报了，次贷风暴 2.0 是否会重现当时2008年雷曼兄弟的危机呢？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这个消息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赶快来看怎么回事。现在在美国的境内已经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包括实际面都是银行倒闭、车贷爆款，再来就是信贷链全崩。华尔街现在说，这个大咖说呢，已经惊见了更多的蟑螂。美国经济是否面临失控了呢？等一下会请我们的专家来告诉我们。同样的，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包括了通膨也在狂飙现在美国人民的怒吼：咖啡买不起，牛肉吃不起。咖啡到底涨了多少？4个月来，光是星巴克就已经涨价3个月，美国人民叫苦连天呐。包括接下来还有许多的节日，不管是圣诞节、感恩节等等，美国人民如何去买这些商品呢？在最后，我们来关心的是整体的经济上面来看，会有连锁的骨牌效应，因为有了川普的关税战，还有港口费等等，都让通膨现在在全美全面的失控。赶快来看到具体的例子，这个是最新消息在经济上面的警报，次贷汽车的贷款市场现在直接亮起了红灯。美国2家地区银行的股价，包括了锡安银行跟西联银行，都爆出了崩跌2位数字的一个股价百分比崩跌了2位数字。那么包括他们的商业抵押贷款也被控诈欺，一次坏账就得吞掉5000万美金。我们来看到这个是银行指数了，暴跌3.6%，这是 KBW 银行指数创下半年来最大的一个跌幅。民间贪婪指数更是直接创了一个新高的数字。整个华尔街气氛其实是相当诡谲的。有人说了，这就像是当时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一样的那一个晚上。这个是来自于层次比较高，在银行方面。如果我们来看到实际民众遭遇了什么事情，还有包括了汽车厂商等等，我们来看到，因为在民间现在车价狂飙，还有薪水又没有涨，再加上美国的利率高
影响的就是民众这些低收入的族群被压到喘不过气，于是呢就爆发了这个所谓的次级车贷的危机。不管是次级车贷业者或者汽车零件供应商，在近期双都宣布了倒闭的一个危机，包括了在上个月有一间公司，它直接申请破产哦，他说他手上握有10万笔的贷款，全部一瞬间都变成了坏账，让大家都非常的紧张。这一位是华尔街的大哥哦，这个是这个摩根大通的执行长，他这样说，他说看到一只蟑螂而已，代表之后还有更多，是不是次贷风暴现在逐渐的成型了呢？现在市场的整体态度我们也来看到，因为在区域银行指数最新呢暴跌了6.3%。根据统计，现在全美74家银行是一天直接蒸发了1000亿美元，高盛也示警了，包括了美国的私募信贷加高收益债等等，规模已经高达5兆美元。如果一旦倒闭，这个会是一个重点的系统性危机。到底怎么回事？聂老师怎么看？难道次贷危机2.0要提前爆发了吗？我先讲一下哈，2022年有一个高通膨，那高利率的提升，因为2022年大家知道，2020年不是有一个很严重的所谓的我们就是我们叫做那个 shutdown， 美国股市 shutdown 4次，然后利息马上降低，后来就产生报复性通膨，然后美国急速的升息利息之后呢，造成了非常多拥有债券的银行的大跌，大家应该有印象，在2022年急速升息的时候，3月开始哦，那到了隔年1年3月10号有个严重挤兑事件在矽谷，叫做 SV 嘛 ，Silver Valley 的 Bank， 矽谷银行倒了。那这一倒下去，全球又跟现在一样喊一定会有次贷危就是所谓的系统风险。他们讲次贷风暴，应该讲金融海啸要发生。结果好巧不巧，才一下同时间，这是西岸，东岸又出现 Signature Bank， 就是跟比特币有关银行也倒了，大家更呼声起来了。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当时的次贷风暴，2005到2006，到后来的金融海啸，2007、08到 Lehman Brothers 倒闭的9月15号，以及这个 Merrill Lynch 被 BOE 并去的9月10号，那时候。情况是因为贪溺，所有的投资银行开始去包装，那个真正是让次贷的人全部都去随便的胡乱放贷买房地产。这个所谓的次级房贷，我觉得你要把次级分析，次级叫 subprime， 这个是不是真的次级？有，汽车有可能，因为汽车有的就是像中途迪额，他们也会给次级的人去做贷款哈。那我不管怎么说，也就是这些为了卖车，他有可能在审慎不严格之下去贷的，但这种都属于小众，因为真正的银行其实被把关的蛮紧，尤其经过金融海啸之后。因此，如果你要告诉我次贷风暴是不是又要再产生，我觉得不太可能，系统性风险也不太可能。但是我必须说明，的确美国的这个不管是关税去打出关税产生的通膨，造成很多的人民，他以前要买日本货中国货也被科高关税，一开始很多在 Amazon 卖货的人很多就倒了，当他失业了，他这个又通膨，他生活的确会困难。不过要维持信用的人还是一大堆，不是次贷的人。如果今天都是次贷人在银行，就会产生这样的系统风险。那当然这时候呢，我想补充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因为刚刚大家都讲到，我是不是能讲一下刚才那个 Good Oil 啊，它叫做地沟油或垃圾油。其实这个油刚刚几个将军啊，我们都讲到，对不对？它不是一般的食用油，它那个就是什么？就是他们讲说那个回收再利用的油，它用去刚刚讲到机械什么的，这个马达的运转，或者甚至飞机的载续航的那个机油有没有？那我相信几位将军都清楚，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低成本的油。那美国真的怪，他自己自埋炸弹，他这个人家不买你大豆，你就不买人家地沟，那个是你需要的，又是刚刚讲的那个叫做 demand， 就是我讲这个 demand electricity price electricity 比较低的。你明明就要买便宜的东西嘛，那你不是让通膨更高吗？所以这个东西啊，我只能说现在金融海啸或者次贷基本上不会有，但是以美国现在的做法，通膨用关税又打，这一次便宜东西也不买，还设价格下限，请问一下，不会通膨吗？你关税已经让鲍威尔都不敢降息了，你现在还要这样子？我告诉你，不久的将来通膨就会起来。我的意思说，中长期这个不会是系统风险，是美国本土的未来，他们美国国内里面的金融的一些乱象有可能产生，倒不会是全球的系统风险。好，那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那个就像这个2008的这个雷曼兄弟的这个联动债的这个风暴，我认为不会发生。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是它的美国的经济状况会看坏。为什么？他要限缩，因为国家负最后的总成，负最后的责任。这些。不管是现在加密货币、虚拟货币这种衍生性的商品，那么多的问题层出不穷，又私募信贷，还有这个总借贷，刚才讲了是5兆美元呢，居高不下哎，你怎么样去打消？国家在后面做保证，
国家也不容许这些我们讲到的这种次贷风暴爆发。那一爆发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啊，马上进入经济衰退啊，国家可能容许吗？但是问题是，美国的压力会更大。为什么压力更大？它有3个结构性因素。第一个，美国自己的国债就有37兆美元国债，扛在身上啊，这个包袱甩不掉的。明年的话，2026年到38兆美元，它这个国债太重，让它这个能够要付的这方面的我们讲的弹性的空间，能够承担的风险，还有面对这个冲击的压力降低了，是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第二个，我们看美国的通膨，美国的通货膨胀到现在为止今年是2.94%，2.94%也是高哎。你的通膨越低，那会高了，我可以忍受的空间越大。但是你通膨高哦，你要忍受的话，你可以忍受这个通膨要更高吗？没有，你空间压小了，你通膨高了，你只能够忍受的这一方面的经济上衰退的力量就变弱。还有一个我们讲利率，美国现在利率是4.25%，也是过高。对，你可不可以说那把利率降下来，让大家多活络着？不可以，你降下来之后，股市又炒上去了，大家股市炒上去，又造成贫富差距，社会问题更严重。所以他们每个都是几乎是联动的，所以造成美国政府这方面的压力会面临压力很大，因为他要做一个最大的管控。另外我们来看，今年的股市跟去年2024年12月30号已经涨了3000点，现在道琼工业指数是45920点啊，又涨了3000点了，居高了，对，居高让你变成缓冲空间受压缩，对，所以美国政府在这一方面可能会更谨慎、更小心的去应对。是好，另外一方面是美国的国债啊，还有国债的问题，债台高筑，然后利率跟通膨等等的问题，再加上股市现在其实跟美国实际的经济不是成一个正比的，我们要来持续看到，确实哦，现在美国底层的民众感觉在生活上越来越困难了，尤其这是联准会主席鲍尔自己说的，他证实了现在美国的就业确实在放缓，而且失业率不断的攀升，加州失业率现在是5.5%，正式进入这个叫做就业的衰退期。刚刚提到了星巴克4个月涨3次，牛肉价格每磅来到6.3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美国人超气的，他们说呢，我连咖啡都买不起了，你现在跟我谈什么美国梦呢？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事情，包括港口费到关税战，全部美国人自己都要买单。这个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这个问题还会持续的加剧吗？杨老师怎么看？在9月初的时候，美国的劳工统计局就公布了8月份美国的就业人口，那来到2.2万，结果呢，就整个造成大家恐慌。为什么？因为市场预期应该是7万到8万，它只有将近1/4的数字。然后，这个川普在上个月，就是上个月，他还因此在这个之前开除了劳工统计局。就劳工统计局出来9月份出来的数据，8月份数据是2.2万，哦，可是呢，高盛还批评他，你这个数据有问题，因为中间有36%啊，将近40%的数据用推论而来，那你算这个就业率的数据居然是用推论的，就有一些东西他不敢放进来，一放进来就会出问题。果然到了10月初他没有公布，为什么没公布？因为政府关门，哦。可是政府关门没有问题啊，劳工统计局不公布，有一个美国的人力资源公司，几十年来他也做叫一个报告，所以他们把它叫小非农报告，小非农就业的这个报告，啊，也就一般的就业，结果他的这个数据出来，大家一看到不得了，整个就业人口其实是2年半以来的最低，负成长32%，那不得了。所以呢，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就业的情况非常严重。不过，其实你可以想象的了，因为现在关税战不明，然后呢，整个美国的经济不明，然后美元的这个价格这个也不明，因此呢，就出现到大家这个股市是跟着川普在不断的喊话，可是另外一方面，雇佣人却不断的在减少，因为大家公司或者雇主不太愿意敢去雇佣新的人。这个时候呢，失业的人口另外一方面呢，却不断的在增加。那他现在用一些这个技巧性的数字，你只要6个月之内有工作1个礼拜就不叫失业。那这个在台湾就完全不得了，那这个失业率一定非常低了。所以你就了解现在它不止数字去用推论的，然后呢，它认定的标准也越来越宽松，才得到一个市场都不能接受的。我讲这一段就让各位了解，美国现在的就业情况非常严重，那当然就影响到整个它的这个经济。讲一些其他都假的，
就越来越清楚的数据对越来越明确了。对，这是民众实体的经历的事情哦。厉将军又怎么看？鲍尔为什么要依据加州的失业高达5.5%，他就要准备降息了，而且他已经公告了10月份他要降息1次，年底还有可能再降息2次那代表说是美国失业确实是很严重。那主要是从加州跟纽约这2个州的表现，我们就看出来。加州在美国来讲的话，它的 GDP 高达4.1兆美金。如果将它抽离美国，单独跟全世界来比较的话，它等于全球是第4大的一个经济体。是。那纽约州是第11大的一个经济体。那这2个州通常在美国的经济上面来看的话，他们会将它形容是矿坑里面的金丝雀。如果这2个州出问题，代表说是美国紧接着就是拉警报了那现在纽约这个州，光现在今年的这个份额来讲，就少了21万份的工作少掉了，所以它失业率会这么高。这也就是为什么鲍尔要赶快降息。那目前来讲，美国的 CPI 指数看起来来讲，虽然说还没有大幅的飙升但是那是因为前一阵子，因为这个从川普宣布解放日4月1号开始，很多的进口厂商他赶快的拉货囤储在仓库里面。那这些仓库的货目前来讲的话，还可以应付一阵子。但是如果说这些货都卖完之后，紧接着下来的话，那势必是通货膨胀是在所难免，势必会跑不掉的。尤其是这个川普来讲，在这时候又增加港口费的状况之下，那势必这个火上加温让火上加油，让这个通膨更严重。那尤其是说这个事出反常必有妖嘛这个美国现在会走成这个样，这个妖不就是川普自己本人吗？你这个美国自己本身要喝咖啡，特别咖啡最大进口国是从巴西进口，那你自己对巴西征50%的这种高额的关税，那你不是推升自己的消费指数吗？难怪美国现在民众来讲喝不起星巴克，大概他们反而会去喝中国在那边扎根的瑞幸咖啡它属于比较平价的咖啡。就美国人来讲的话，他现在变成说只要求有咖啡因就好，已经不再讲究喝咖啡的仪式感。他们原来很讲究喝咖啡仪式感的，比如说什么品牌啦、什么拿铁啦这个要有这仪式感。现在来讲，它大概只要有咖啡因就可以。那瑞幸咖啡这种低价平价的咖啡，大众化咖啡反而能够打进美国市场。那牛肉也是如此这个巴西的牛肉事实上是美国他们最喜欢吃的牛肉。你知道美国的汉堡里面大部分都是用巴西的牛肉，因为他们是用草食味的牛肉，所以那个肉汁特别的鲜美。那你对这个也征那么高的关税，那你不是让美国很明显的咖啡也喝不起，牛肉也吃不起？我觉得美国后续来讲的话这个通膨指数一定还会再再推升了这个从这个联准会主席 FDI 这个鲍尔所讲的这些话，他预期说是这个今年来讲还会降息2次，代表美国的就业状况是非常的糟糕，然后通膨紧接着就会拉升。我想这个美国的经济看衰大概是跑不掉了。贝森特现在求挠了，希望能够拿到中国大陆的稀土，那么来换取的就是美国继续的延长这一场关税战。那川普则是呢受到了这个关税战的反噬，现在接下来美国会有这个圣诞节，这些商品恐怕民众自己都要买不起了，变得非常的贵。怎么回事？今天我们节目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今天3个火线话题，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的。第一个，我们来看到财长贝森特是代替川普来示软求情吗？为了换中国的稀土，现在低头求挠了。第二件事情，川普关税反制，刚刚提到了圣诞节大家都买不起东西了，民怨炸锅。第三件事情，现在习近平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是掐准了川普的命脉，他觉得说这场贸易战再继续打下去的话，接下来美国股市一定会崩溃的，那么至少会有11%的一个重大跌幅。全美22州现在已经正式陷入在经济衰退的一个状况。接下来是否重击川普的期中选举呢？川普接下来又会如何来做应对？今天都会来做解答。赶快来看到的这个是中美关税战有一个今天的反转，就是财政部长贝森特竟然是主动的这一次呢向中国提
求饶了。他说，如果大陆你愿意停止实施新的稀土出口管制的话，美国呢，我们就会对你们大陆的商品暂停这个关税措施，延长3个月以上。大家就觉得说，哎，这怎么回事呢？这个也太讽刺了吧！因为这个贝森特前几天才说呢，会针对中国的稀土管制啊，他痛批是与世界对抗。呼吁这些全球的盟友们一起对抗大陆。怎么现在美国变成第一个向中国主动低头的人了呢？其实不只是美国，向中国大陆低头，许多的国家现在也一起团结起来对抗美国。实际的例子，我们来看到的是，首先加拿大30年来第一次的从墨西哥进口新车的这个新车的数量终于正式的超过美国了，新车总额来到了7.84亿美元的金额。另外就是大陆了，大陆从7月开始零采购美国的大豆，转向南美洲来做采购，避开这个关税的贸易战。印度呢，则是跟中国，终于是这个冰冻关系现在破冰了，2个国家恢复直航，双方的交易也正式的开启了。就连在非洲的小国，这个是赖索托，他也把他的纺织出口重心开始转到其他的国家去，亚洲、欧洲等等，就是不跟你美国做太多的交易。而这一场关税战，其实美国老百姓反噬才正式的要正式开始，因为我们来看到的是来自于这个专家最新的高盛评估，关税战中的55%的成本，最后都是美国消费者自己要买单，企业的部分则是承担了22%的成本。而且我们现在从最新的民调可以看出来，美国的民众对于接下来美国的经济是呈现非常的悲观的一个状态。我们来看到最新的民调哦，民众认为未来1年经济会恶化的悲观程度是超过2008年金融海啸的，近60%的民众都是这么想的。77%的消费者已经预期了圣诞节的物价一定会很可怕，一定会大幅的暴涨。4%的家庭说了啊，干脆我们就不要过圣诞节好了。节目一开始要来请教委员怎么看了，贝森特才说要围堵中国大陆，现在却对北京示软了，这个被视为是一个外交上面的投降吗？他说要换大陆的稀土，代表现在美国是真的离不开大陆稀土吗？委员怎么看？中美之间的贸易大战、科技大战，我们现在发现有一个情形，就是美国人在中国的胸膛上捶出了一个大伤口，在屁股上捶了一个大伤口，但中国直接把美国的脖子给捏住了。所以谁会先死就很清楚了。中国现在出这个2招，对美国的打击是非常重。第一个就是稀土禁止出口，那它现在是管制出口，但事实上是一种要准备要禁止的态势。第二个啦，它的储能锂电池啊，也一样列入管制，要禁止出口。这2样东西，只要说下令完全不出口到美国去的话，美国的工业股票还有包括AI 的股票会一时之间崩盘，那我们台湾的台积电就准备关门了。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因为你要知道台湾台积电都傻傻的，那个晶片大概要做好几层，那每做一层的时候就要把它磨光，磨成原子级的平面，完全平躺是原子级，不是分子级的。结果要把它打磨这个东西啊，要跟日本的信越化学买氧化铯，一个金字旁市场的铯才做得出来。那这个信越化学用氧化铯的液体，当然做得非常的好，全世界其实独一无二。但它的原料就铯这个东西，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有，叫做中国。所以中国如果跟信越化学讲说要我卖给你啊，你不只卖给台积电，明天台积电关门了。你所有看得到的微电动马达，现在微电动马达很多啊，机器人的关节啦，那微电动马达、汽车啊，火箭啊、炮弹啊、飞弹啊，那种微电动马达多了很多，包括那个什么隐形战斗机啊，调那些东西，很多都微电动马达，通通要稀土，没有稀土做不出来。那请问各位，如果中国拉狠了，把它 K 掉，举个例子，台湾1年要用到的稀土啊，不是从间接的衍生品间接衍生品多得很，直接进口的稀土的6000公吨，起跳6000公吨，去年将近7000公吨。那请问各位，
没有的话，中国顶多少赚一笔钱而已啊。那没有的话，台湾的半导体股票马上飙，对，那什么跌11%，不止，大不止。当然不迟啊，因为很多人不晓得稀土厉害在哪里啊。那你说美国有没有稀土？有啊，你提炼不出来，为什么？要做到半导体这种微电机的永动电池的那个磁铁的时候，要做到什么？一定要什么？像铯要提炼到比丽江郡的黄金的纯度还高，要到99.999。丽江郡的黄金只有99.99而已哦，它99.99三个9，999，没有你打磨不到那个原子级的平面。那原子级平面打不出来的话，你上面没办法画线啊。你整个凹凸不平的画，那这到时候做出来半导体是不管用的。所以你这一招很厉害。第二招就是什么？储能电池，所有的算力中心都要有储能电池，因为什么？怕它中间断电，就有点像说我们家楼顶上有个储水塔一样，不是直接从自来水厂把水引进来，自来水厂可能供应的水源不稳定啦，所以你要先储水塔先储完水再给我们再用，那个一定要有，要不然以美国的那个发电系统啊，动不动断电的话，你那个算力中心要烧掉了，而且那么贵，动不动1000亿美金的，所以一定要储能电的。那中国说，磷酸锂铁的储能电池可能不出口，那就晕倒了，对不对？晕倒了。你讲 AI 讲了老半天，你的脖子被掐住了嘛？都被掐住了。所以贝斯特本来讲得很大声，对不对？你跟全世界作对，中国还不够狠，中国应该讲说，你美国把关税对全世界关税取消，我再卖你稀土。哇，其他国家就很开心啊，给中国鼓掌啊，对。所以我是觉得。战争刚开始而已。好，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其实对于美国是非常有手段的，掌握2大的王牌命脉啊，不管是稀土或者是这个锂电池哦，把美国掐得死死的。那另外一方面，这场关税战，储能锂电池，储能的锂电池，好，这2个都是大陆的王牌的杀手。那其实呢，除了这个来自于大陆的2个王牌之外，我们来看到美国现在自己则是承受关税战的反制。现在即将要到来的年底的旺季就是美国的圣诞节了，现在消费者非常的没有信心，他们觉得接下来很多商品恐怕都买不起了。厉将军怎么看？我还是要讲《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叫“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物可信，杂于害而患可除。”他意思是说，你要做这之前，你一定要这个敌人的利跟害，你都要很客观的来做分析。那对你有利的，你当然你就可以采取这种政策。但如果说你发现这中间来讲的话，对你有弊病、有伤害的地方，然后你就必须要想办法把它去除掉。那我们看一下，假如说我们将中美这场贸易战定位一场战争来讲的话，那这个川普在开战之前，他有没有考虑到这个贸易战一打下去，对他来讲，什么地方是有利的，什么地方可能会因此而遭受到这个贸易战的伤害哈？所以我觉得他完全没有考虑到，他原来只是一厢情愿的认为说是我借着这个关税哈，让所有制造业重回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可是他没有考虑到很多的细节方面，譬如说你美国很多的物品来讲，你自己制造的人工成本，或者你要进口的原料，已经不是1920年代的那个时期了，对不对？你工人的成本已经推升到很高了。那如果说第二个就是你这个很多的制造业在你美国有没有这个时间哈，这个马上很快可以建立起它的生产链出来。比如说你不要讲别的，光一件成衣来讲的话，你盖个工厂就要多久？那不是短时间一触可成的。那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工厂，最大的制造商。那它可以提供全世界很便宜、物美价廉的物品，那全世界都需要嘛？那你现在贸然实施这种关税战，你只是一昧的，只是表面上面你提高关税，把这个中国便宜的物品挡住，不让它进来。但是问题是说，你的老百姓还是需要这些物品啊，食衣住行有时候是生活必需品。你说有些娱乐的你可以这个减少一点，但是生活必需品你就必须要有。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美国来讲啊，当然一定会推升它的物价，因为这个关税进来以后，到最后还是老百姓自己要吸收嘛。现在果然证明是如此哈，老百姓他吸收这个关税要到57%，对，然后企业来讲可能吸收22%。是，那不管怎么样，美国老百姓就是要吸收这么高的一个关税价格，当然推升整个物价。在这种状况下，
他们评估哈，就是今年来讲的话，圣诞节这个一般家庭来讲的话，他原来准备要这个买的东西哈，已经比去年减少10%。本来他预定，他现在只能买平均了哈，1595美元的这个买圣诞节的礼物。你知道圣诞节在美国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家人之间互相赠送这个礼品，或者是大人给小孩赠送礼品啊，晚上对不对？圣诞夜一定要在这个耶诞树下面摆一个很漂亮一个礼盒，代表全家的一个团圆哈。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很重要一个仪式感。那今天来讲，它就减少它的这个过节的这种金额来讲，已经比去年减少10%，这就是很明显的这个美国的一般老百姓由于这个关税的问题推升了通货膨胀，然后推升了物价，好让他但是他的薪水又没有涨，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减少自己的支出，或者干脆不过节。是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场关税战，刚刚讲了一系列哦，这个对美国的冲击，其实大从这个晶片啊，到军工，到能源产业都会受影响，小到这个一般民众的民生也都会受到严重的重击。那我们也要来看到，现在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们认为说呢，现在习近平的招式哦，就是他已经看透川普的命脉了，他知道的川普现在最害怕的就是美股暴跌，如果美股暴跌的话，再加上经济衰退，将会重击到的是这个美国接下来的期中选举。那现在呢，来自于专家也特别讲到了这个股市一崩啊，可能的跌幅最高，最少可能会达到11%，这是来自于大摩的市井。当然了，委员刚刚也特别补充嘛，这对于股市的冲击，如果没有稀土的话，对于接下来工业、AI 股等等，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跌幅。那现在目前呢，根据经济学家的最新统计，全美已经有22周，实际上都已经被发现陷入在衰退的状况，尤其在加州，失业率现在来到了5.5%。今年已经流失了21万个工作机会，这些都已经是实质的经济数据了。如果他们认为加州跟纽约的经济在恶化，将会拖垮整个美国的经济，这个是习近平掌握到川普最致命的弱点吗？会对于接下来期中选举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川普会怎么应对？赖老师怎么看？这个只是一部分啊，因为我们讲的稀土管制，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大陆还有很多稀土没有拿出来，如果再慢慢的把更关键的，例如说铝啦这些关键的稀土再放进来的话，它可以把所有的 G7 的工业国家它的现代化，不只是 AI 哦，它是连现代化都全部都打垮。那也就是说，你不会再是一个文明的现代化的国家了，因为你制造的所有的产品都需要各种各样的稀土。不管是镜片，不管是半导体，不管是电池，不管是风电，不管是电脑，你所有能够想象的东西，你只要是跟铁有关的，它都需要稀土。那你没有的话，你什么都做不出来。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只是说中国大陆现在是在跟美国、跟欧洲的国家演示什么叫做实力说话。美国人很喜欢说我实力说话嘛。那中国大陆一直不愿意用实力说话。不愿意，不是没有，也不是没有能力，有能力，但是不愿意用。好，那现在也就是告诉你了，告诉你美国人说，那我就示范一次给你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实力说话。好，我们来看看川普的这段时间的讲话，已经到语无伦次了。那这代表什么意思？他没招了，没招，那也就是对于川普来讲，他只有唯一的选择，就是屈服。中美贸易战当中打的正是最激烈的时刻。我们先来看到这一场贸易战哦，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我们的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的。首先，确实哦，现在呢，中国大陆已经停买美国的大豆了，但是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巴西则是趁势的崛起，狂赚来自于大豆的钱。南美现在满仓出货，川普现在喊他要针对这一场战争做报复，但是美农会崩溃吗？川习会上面，川普这一次会不会因为种种原因，包括了稀土、大豆等原因，来特别软化他的态度呢？今天会做解答。第二件事情，受惠的除了有巴西跟南美洲国家之外，我们也要来看到澳洲也是这一次的贸易战的受惠国，尤其是在
针对牛肉的出口哦。现在呢，澳洲出口量针对中国是暴冲了65%，一口气赚进了超过2000亿元。贸易的版图现在全面洗牌，美国还能翻盘吗？这是第二点。最后我们来看到哦，在这场贸易战之后，几位来自于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家都痛批川普，说他的贸易战是史上最大的自残行为。这一场川习会能够止血吗？还是让美国跌得更深呢？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我们来看到这一次的贸易战点火，在中国正式宣布零采购来自于美国的大豆之后，14日川普的最新发言，他怒批哦，北京你的行为已经构成经济上面的敌对行为，并且警告北京啊，如果你们再这样下去，我们会考虑全面终止进口中国的石油跟其他相关的贸易往来。来看到大陆怎么做回应，这是商务部的最新回应。他说没关系，打奉陪到底，谈大门也会敞开，并指出呢，美国你现在问题可大了。大豆正值你的丰收季，但是你现在却没有地方可以做销售，尤其你的仓库还是整个爆满的。反观在南美的港口，大豆船一艘一艘的开进大陆里面去。来自于央视的新媒体，这个是玉渊谈天的最新数据，我们赶快来看到，今年1到9月，它统计了。美国的粮船靠港次数一口气暴跌了56%，原本大概是72艘，剩下32艘。从7月份之后开始是直接挂零的。反观在南美洲国家，现在呢几个国家每艘靠港的船只大约每月达到40艘，90%都是装满大豆的。这些大豆来自于阿根廷、巴西跟乌拉圭。我们也来看到玉渊谈天做了最新的这个图哦。我们看到这个蓝色的这一条线，其实就是今年1到5月。美国的船停靠中国的这个船只的港口数量，可以看到一开始都还有零星的一些数量，但是从7月份开始就已经看不到任何美国的船只了。白色这一条线则是中南美洲国家靠港的这个船只数量，我们可以看到白色的船只几乎是每月达到38到40艘左右的一个数量，是大举的增加了。那在这一次的这个大量的增加当中，受惠国之一就是巴西了。它对于其他国家的这个关税只课征3%，所以巴西对中国的出口是一路飙升的。尤其从2017年，尤其川普上任的第1年之后呢，巴西对中国的出口占中国的进口量从50%，更是一口气暴涨到75%，至今已经稳坐了全球黄豆超级大国的一个重要的宝座。美国的市调机构是这样说的：如果一直到11月前，中国还是不愿意恢复对于美国大豆的这个进口的话，那么美豆损失将会高达1600万吨，包括了美国大豆协会已经说了，是前所未有针对美农的一个金融危机。所以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岳老师怎么看了？我们来看到川普封杀中国，结果让美国农民现在变成最大的受害者吗？川习会上，川普有没有可能接受软化的一个态度呢？那目前打到现在，中美关税战谁占上风？美国的农民的确是最大的受害者。大家要了解，美国农民其实生活很优渥的，最主要原因，美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社会。在这种地大物博的社会当中的话呢，他们农产品主要就是出口，而出口的话呢，农产品出口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呢，这个农产品是需要经过检疫的，而且要检查里面的每一粒大豆里面所含的这种基因，尤其是所谓的这种基因培育的这种食物，各国都有不同的规定。那我这边的话呢，分成2个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的话呢，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整个大陆的商务部里面的用语已经改变了。以前的话呢是谈敞开大门，一直在谈，直到最近打是奉陪到底。现在完全倒过来了，现在先讲打奉陪到底，要谈的时候我们再敞开大门来谈。这表示说呢，大陆已经完全做成了要打这场贸易战，而且的话呢，如果说没有绝对的把握，不会把这个打放在前面的。再者的话呢，就谈到巴西。我这边要谈到巴西的话呢，要讲几件事情。我自己深深的觉得，其实的话呢，巴西跟中国学了很多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智慧的话呢，有关于贸易战的时候，像是下围棋一样，一步一步把你围死。美国的话是打梭哈的，一来就叫牌，
啊，一下全说了啊，这个就是里面之间的差别啊。现在那个巴西的情况下来讲，我们现在讲巴西的大豆完完全全卖给中国，不单是大豆哦，牛肉啊、铁矿啊什么，通通都往中国走。大家要知道，首先第一步的话呢，那个川普他非常嚣张，巴西是基本上的话是美国这个顺差国居然要喊到50%，理由的话呢，就是说是纳索瓦罗是跟川普是好朋友，就是基于私人的恩怨要干涉巴西的司法。那巴西本身的总统鲁拉的话呢，就不吃这个气，就很低调的讲啊。所以说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故意中计，然后呢听中国的安排。为什么要听中国安排？要从中国进口，尤其是大豆。大家知道，黄豆、小麦、玉米加高粱才是真正的这种地大物博的国家，包含巴西、美国跟阿根廷出口的东西。那单谈到大豆，就是因为大豆的收成期到了。第二步的话呢，中国马上80%全部从这个巴西进口，然后现在南美洲国家阿根廷呢，马上见风转舵，降低关税，就是从阿根廷进口。美国到目前为止一粒大豆都没有进过，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的话呢，大家要知道，进口农产品的话，他们要签长期的约，不可能说是农民贷款以后只卖1年2年，一签起码10年。所以美国的农民是惨的，大家难过的不是今年而已，大家难过的是未来。所以这一场贸易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豆的粮食大国，因为中国的转向哦，让巴西这一次一举成为了全球的这个黄豆大国。那是不是除了是打这场贸易战，重点是这个粮食新秩序也重新改变了？汉庭怎么看？还是先从前面川普开始来说，他这个人呢，就是非常典型的占便宜了还不够，出门不捡钱就算亏，甚至粪车从家门口运过都要常常咸蛋。这就是他交易的艺术。那中国大陆就说：“哎，你这边赚着我的钱，还要砸了我的锅，吃完了软饭还要骂厨子，然后还逼着我买你的大豆，好像是你在帮助我。那当然，现在闹翻了，你就一粒都别想。你现在说谢谢都太晚了。”所以《华尔街日报》就说，美国大豆协会的主席啊，哭着说今年种大豆亏了75万，然后现在每天看着仓库里面的大豆在哭，连化肥农药都买不起，要找银行贷款。这个人还是大豆协会的主席，都混成这副德性了，那其他一般的农民怎么办呢？而且这些农民都是川普的铁杆粉丝，都是 MAGA 的信徒，天天盼着美国能让自己再次伟大。结果没想到川普一上台就给他们的礼物，大豆卖不出去，所以这下子呢，天天都在抗议，要狂骂川普。那早知道还不如选条狗啊！那么中国大陆的这边应对，就堪称是教科书级的供应链重组的案例。它的核心可以概括成叫做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这个转移的背后呢，其实是一套精密的组合拳。第一，它其实是供应链的深度绑印。我们单纯看到大陆从巴西进口了更多的大豆，但不仅在买大豆啊，还有投资巴西的港口、仓储和铁路，还有各种的升级，桑托斯港啦，把它的吞吐量大幅的加大，还推动了两洋铁路等战略项目，所以从根本上来优化它的物流。而第二，过程当中也在推行去美元化，比如说跟阿根廷等国的采购协议当中，大量使用本币结算或者人民币的互算协议，避免了美元的汇率风险，也动摇美国的金融霸权。再来第三，大陆内部自己也在国内增产跟技术自主嘛，不断的推进大豆振兴计划。2025年的播种面积目标要高达1.2亿亩，而且还要透过各种的科技赋能啊，不断的提升它的自产率，来形成对美国的战略缓冲。那么每周季刊这2天最新的一则报道哈，中国对拉美的新策略就指出，这是整个供应链结构体系的改变。所以我们一般都觉得啊，那可能未来当中美关系和缓啦，那这个交易就能够再度回升。可是，一旦大陆跟南美洲它已经建立长期的购买，或包含它的整个航运链、船班、保险、港口、卸货安排，什么都好了，这所有的一套运作体系都顺畅，即便未来政治缓和，要再把需求切换回来，可能也没那么容易。好，同样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干哥怎么看这个大陆这一次的精密组合拳，是不是重新也是确实改写了粮食新秩序？大豆一向是很重要的大陆的民生物资，大家都知道，因为中国人几千年来靠大豆生存下来，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可是从7月开始，一艘美国船都不来了，哇，那怎么办呢？没有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从阿根廷、乌拉圭进口啊，最大的是巴西啊。
刚才岳老师讲过，你知道现在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巴西的大豆源源不绝吗？便宜嘛。东西呢会比美国差吗？不会。经过检验的结果发现，巴西的大豆有时候会受到那个气候的影响，有时候真的太热了，你知道吗？但是巴西的大豆其实凭良心讲，它的稳定性不错，而且呢，它一吨少$21呢，可以少这么多啊！那要是买这个100万吨的话，那是少多少？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说，美国你猜不到，它竟然可以从5年前只占50%，到现在占了75%。那每个月有来自这3个国家的靠船多达40艘，所以中国非常需要大豆才能够支撑起民间民生的这些企业，很多比如说酱油啦，很多豆制品啊，都必须从大豆来萃取，所以需要的量非常大。美国大豆协会很少见对国家，因为什么？大豆那些豆农啊，都是共和党的支持者，但是他们真的很少见发声明。对，他们说这个不是一个公益的行为，你这样子的话，让我们豆农现在我们还有最后期限，其实大家都在等待说，我们还没有一个最后的机会可以再翻转，为什么？那就是11月中，11月中只要这1600吨大豆卖不掉，那就真的连饲料或肥料都做不上了。为什么？因为它不能够再仓储下去了。这就是现在的美国豆农的真正的心声跟难处。我相信川普不是不知道，但是他正在拿他的国运跟他自己的一套行事的方法来跟整个制度对抗，以及跟中国对抗。那等于是他在历史上想要留下他的一席之地跟他的名声。不过我认为到最后可能会适得其反。是好，这一场贸易战打到现在，所以接下来的关键就是这个10月底、11月的时候，到时候的川习会能不能川普为他们的豆农谈出一些比较好的消息，谈出一些比较好的结果，否则这些大豆真的就是烂在田里面了。现在除了美农非常的担忧之外，其实呢受到影响的还有美国的牛肉。那另外一个得利的国家，它其实就是澳洲了。因为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我们来看到澳洲这个出口中国的牛肉是暴冲了65%，狂赚进了2000多亿，换算是新台币。整体来说，澳洲大概是这个出口暴增了大约30%哦，其中针对中国是增加了65%。澳洲农业对他们来说是目前从5年前的外交低谷终于是翻身了。在这个时候，才刚公布的2025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3位的得主都跳出来痛批川普的贸易战根本就是自伤行为，自取灭亡。我们看到得利的包括了美国的盟友，不管是这些美农，不管是我们看到的澳洲或者是南美洲国家，但是为什么川普自己美国却输掉了？吴老师怎么看？那个美国是大国，你刚刚讲到澳洲呢，这个算小国，大国的利益比较多层面，所以它跟世界各国都有来往，所以美国的国务院其实外交部是最大的部会的。但是大国有这么多利益的时候，他手上有很多的等于是筹码，他如果善加利用，我们国际关系上讲，这个叫做外交，用外交当做权力工具来行使，这个来怎么样驱使别的国家来做符合他想要他做的事情。可是像刚刚岳老师讲的现在大豆快要收成，压力很大，对不对？难道大豆要收成这2天大豆成熟了，我们才知道他要收成，早就知道了嘛？这表示美国的这些怎么讲幕僚，川普政府的幕僚的水准可能变差，这很多都可以预料到的事，他们就早准备嘛，对不对？然后呢？巴西也不是只有今年才有生产大豆他以前卖给谁？对，为什么以前的贸易是这种形式？现在中国不给你买，就换成另外一种形式。那他难道之前都没有预测吗？所以从另外一角来看，川普政府这些幕僚的水准就幕僚作业也变差了。所以呢，那各国现在都要跟美国对，美国又跟全世界各国通通在。他不把他这个权力工具拿来当胡萝卜，都拿来当棒子，每个国家都去敲打，那就有一种可能会形成重弱同盟，大家都结合起来，一起来欺负你，你都欺负我嘛，我们合起来也可以来反击你。所以美国现在麻烦真的比较大，就是这个状况呢。好，这一节我们要持续来关心到的是美国政府在关门之后所后续造成的一切的风暴哦。要来关心的是，现在军人靠着暂时的领薪哦，但是却是让这些75万的公务人员他们是没有薪水可以领的。另外就是美国关门造成了现在美国的航空界乱成灾，还有就是本来要针对这些50万的大豆农民做的补贴，也因为政府关门，现在这些资金全部暂停了。但是有一些产
产业，川普会特别来救，特别做补贴，这是跟选票有关的产业。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今天3个火线话题，第一个，政府关门终于正式到了进入到了深水区哦，因为呢，川普这时候动用了暂时权来替军人发薪水，但是公务员却是薪水断缺哦，这是稳定军心还是他的政治上面的豪赌？刚刚提到的航线现在也大乱了，美国的天空失控，尤其人手不足之下，美国许多的塔台没有人值班哦，航班现在误点的部分已经达到了5800架，本来应该是美国的旅游旺季，接下来还会有这个感恩节甚至圣诞节，美国的飞机能够飞得起来吗？今天会做解答。最后是川普会不会针对他的选票仓特别做补助，不管是针对农民或者是针对军人等等，他是否要放弃其他不重要的选票来保住原本的选票呢？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哦，是川普他是以最高统帅的身份。他说了，即使是政府关门呢，我也下令了，要让这个战争部的部长赫格塞斯动用一切可以用的资金，确保美国境内130万名的现任的军人能够领到9月份最后一期的薪水。但是军人能领薪水，数十万的公务人员他们可没这么幸运了，没有办法领到任何的薪水。那么现在做了一个最新统计，从川普1月份入主白宫之后，已经缩减了20万的公务人员。接下来他预估呢，被迫休假的这75万名的公务人员也会慢慢的做解雇。这些公务人员主要从事在医疗、教育、跟环保、跟社福等等领域，都是未来的一个重灾区。节目一开始来请教上志哥怎么看？这时候川普动用所谓的暂时的权来保住这个军人的薪水，是否刻意制造这种暂时总统的形象？下一步他难道会有更大的军事行动吗？上志哥怎么看？是的，首先我们看现在美国政府联邦政府关门这件事情，那现在持续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在我们现在录影这个时间其实已经超过10天了哈，所以这个部分究竟会多久？当然，我们来看联邦政府这么样的重要的部分，所有的机构在台湾叫军公教，可是就美国来讲，可远比这个当中更详细、密麻深入到基层哈，不止在华盛顿，包括在可能各州当中的联邦机构，比如说像司法机构，都会受到影响。那在这次当中，很明显的，其实还是来自于是在美国国内自己本身的政党之间的政治恶斗，因为主要它牵涉到的还是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以这预算当中涉及到的举债。那既然预算就牵涉到在整个川普对于他们自己政府当中的新的组织改革在这里面，所以在里头无论参众议会的部分，对这里头于是就展开了很大的碰撞。在这里头，即使共和党有很大也有一些优势的部分，但你终究在某一些的州当中的参众议员的部分是不见得都听你川普的话，所以这就为什么现在没有办法在参议院卡住，已经表决很多次没有办法通过的原因。本质它还是政党的部分的内斗，但我们必须来说，在这个内斗当中，其实川普有备而来，因为他作为组织就是要调整，特别是他在上任之前到现在已经将近10个月了，他就是要裁员，所以他现到顺道做裁员这件事情。当你看起来很气，尤其如果是联邦政府他们的家人，一定气死了。可是就整个川普的大的国家或整个他对于华府当中整个新的架构来讲，这如他所愿的，他是顺势救局。好，我们同时来看，因此他懂得利用现在联邦政府关门时间，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就是薪水都不发。我们刚刚讲军公教都不发了，可是军的薪水非发不可。对这件事情毫无疑问，它其实就是政治动作。我们比较台湾也是一样，就是都有一些对于政府预算的内斗，可是最后呢，在台湾就是会一直开特别预算，那要救灾或干嘛就非破不可。所以现在同样的，川普非常聪明、很贼的，直接丢出130万的部分的美军，全世界的美军，这背后意思就是130万的家庭，所以这个钱不给。还得了吗？所以他其实透过这个政治方式在做博弈，要逼迫民主党方面来讲，你一定最后还是得过我这个部分接下来的预算，包括我的举债。那当然，民主党现在在抗拒这件事情，但现在所有包括美国的舆论都认为川普应该会赢哦。为什么？因为你在全面的停工，包括我们刚刚讲啊天空啊什么的之类的这种空航人员，其他这部分都得有替代。
但是对于130万的美军家庭，而且这些军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的价值排序非常前面，所以这个钱非给不可的情形之下，你最后还是要逼你要通过预算。所以我们整天看这件事情当中，虽然有很多个别的事情，但总的来说是川普在面对国内两党政治，特别在预算方面当中的这个信手拈来之作，是全部都是算计好的。那么一切希望他能够达到顺应到他对于他未来对于预算的规划跟使用权，以及包括对于裁员之后的新的美国联邦政府体制，他的这种想法能够实现。好，川普这一次看到政府停摆哦，只针对这些军人130万的军人给予薪水，这是政治上面的考量。但是确实现在看到航空方面呢，这个产业可就没有这么的幸运了。受到政府停摆，我们要赶快来看到的是，接下来尤其是旅游旺季哦，不管是这个圣诞节或者是感恩节，美国的航空业会不会出事呢？我们看到它现在在全美11个地区的空域或塔台都出现人力崩溃、人力不够的问题哦。航班在多个地方看到夜间的人手因为不够哦，都已经延迟达到90分钟。曾经有一天哦，全美误点航班高达5800架飞机耶。那么多个地方，包括了雷根、华盛顿机场，都已经没有什么人手了，甚至出现加州啊，这个是无人塔台，机师得自己协调起降哎。有一些这个员工、航管人员他们更不爽，美国关门哦，他们干脆就说呢，我们一起集体请病假吧，抗议政府停摆，导致航空业变得更加的惨烈。FAA 现在警告了，没关系，你们如果再敢持续的不来上班的话，我们就把你给解雇了。不只是航空业哦，现在美国的不管是它的这个博物馆啊，或者是动物园这些公立的，也是因为政府关门而关闭哦，那么会导致美国的旅游业损失金额高达10亿美元。干哥怎么看？接下来美国的航空业接下来要面临的危机？这已经1个礼拜，非常严重。FAA， 你竟然还能让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吗？我们知道航管员，任何国家的航管员是绝对不能够缺席，绝对不能够请假。你要请假一定要有代班人，为什么？因为只要是国际级的机场，它在24小时的运作之内，它一定要有人当班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共识，也是常识。那你现在已经搞成这样说，加州地区已经有发现部分机场，它到了晚班的时候，没有人理你，那机师怎么办？在一般的小型机场，或是没有在终端雷达导引的机场的时候，是真的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像中西部的那些农村州啦，那个有地方性的小机场，但是机师跟机师联络，大家经过无线电说，我跟你讲，我现在在多少方位，我现在多少高度，然后你多少高，你报给我，然后空中所有的飞机都要自己报啊？为什么？因为现在没办法，我们这样的，因为偏僻的乡下机场就是这样，南美很多机场也是这样，可是这不能发生在纽华克啊，你不能发生在芝加哥。我跟你讲，芝加哥、纽华克通通都受到影响的，而且加州就是一个机场叫伯班克也是一个大机场。它是最严重的，它一整个晚上没有半个人，然后机师跟机师之间彼此互相协调，我们怎么下去？然后还有2个直升机的那个驾驶突然在无线电里面讲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们哈。”他们说：“我们根本没看到你们这2架小直升机，好不好？要是你飞上来的话，没有报告的话怎么办？要是你们不听无线电，怎么办？”所以大家就晓得说，美国已经搞到这个地步了。11个地区的空域，美国划分为24个空域。有11个空域的塔台人力崩溃，哇！我觉得这个是太可怕了。然后交通部长达菲竟然说什么？他说这个都是因为民主党害的啦，因为民主党不让这个预算通过啊，害我们现在连空中交通管制员他叫 ATC 简称 ATC， 有13000多人受影响，都是就是民主党惹的祸，害我们这样现在没有办法付你们薪水。然后你知道吗？全美有多少航管员用4个字形容是大发雷霆去请假？为什么去请假？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缴那个汽车保险费，也没有办法缴他们的房屋贷款，所以他们就大家一起生气去请病假。然后达菲就讲了
告诉 FAA 说，我跟你讲，叫他们回来上班。现在虽然领不到钱，但是我们联邦政府会想办法。如果你不回来上班的话，你就是没有职业精神，没有职业精神，到最后会被解雇啊！用解雇来恐吓自己的最重要的产业链上的员工，你能够相信这会发生在美国吗？那它就是发生的，而且它还会再继续到圣诞节吗？因为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现在部分的机场已经在开始进行补救的状态，也就是说使用特别预算把航管员给请回来。可是我说句实在话，如果再持续下去的话，破了上一次35天的记录的话，这些航管员可能真的不是现在啊，有一部分航管员真的去开 Uber 了，他们真的去开 Uber，赚钱养家了。你看问题有多严重。好，航空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那其实不只是航空业，我们先来看到另外一个产业，同样很惨哦。而且这个产业它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美国很重要、川普的重要票仓，就是美国的农业。尤其之前我们聊了很多嘛，这个美国因为这个关税战不能卖大豆给中国之后，50万的农民可以说是血本无归，很多人哦。面临破产危机，甚至损失高达了数十亿美元的金额。不过现在雪上加霜哦，因为受到这个关税战的影响，大豆的价格暴跌就算了，玉米又因为干旱而受损，再来就是因为看到又是因为美国关门的影响哦，这些农民他们过去其实是可以查一些有关于他们在农业交易上面的行情的，不管是在农民跟贸易商呢，他们这一次都无法取得谷物资料或者交易的成交记录等等啊，所以他们农民是这样形容，他说我感觉啊，我们现在是在黑暗里面种田，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来运作啊。那白宫现在呢，更是说呢，本来要给农民的120到130亿美元的这个补贴计划，可能因为政府关门而停摆耶。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农民气坏了。那或许是因为川普又担心选票出问题，所以现在派了这个贝森特出来说，为了稳住农民，我们只能暂缓其他的付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未来是不是只给农民补助计划，不给不管是这些公仆，刚刚说的公务人员，是这个意思吗？聂老师怎么看？为了政治嘛？是，当然选举很重要，票很重要。我相信各国都一样，身在台湾的人应该也很感受了哈。我觉得人民是这样子嘛，人民就是我讲民主有3大盲点。第一个，人民是干嘛呢？他们知识程度不高或接触不多，他们是盲目盲从、人云亦云以及自私自利。你对他好，他当然就会对你好。但是他现在碰到了一些很重要的重伤、这些伤害的时候，他将来就不会去理你，也不会去投你，所以他必须要在这个地方要救，那就是救农民。我先讲一下太平盛世的时候哈，如果你都不做事就算了，结果你今天是战争激烈，我告诉你再不做事你就完了。为什么叫战争激烈？现在贸易战其实打得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回想一下，其实这个美国 shutdown 啊，政府 shutdown 是常常有的事。他第一次从10月到12月常常会 shutdown， 你去翻出有多少次？我还犹记得奥巴马刚上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 APEC 会议。当时2014年的时候，谁去的？刚开始去的13年、14年那次的 APEC 会议在巴黎，就是习近平一个人而已，当时就没有奥巴马。为什么？因为政府相当。不过太平盛世，现在不一样啊。你美中打贸易战，穿1.0版，赤字3000多，就是中美之间呢有3000多亿的这 deficit。那当然经过了拜登，后来也因为中国为了跟美国稍微有点 compromise 的妥协，尽量买你大豆，剩下2000多亿。那你东西比巴西贵，比阿根廷贵，他还是向你买。今天你这样打，一下100，一下140几，又打回来，又打上去。我跟你讲，这种喊话喊到人家知道对你第一没信，知道再怎么跟你谈都没有用。那你的东西不管贵不贵啦，我们也没办法谈了。我们就像生产全世界38%的巴西买可以吧？比你还便宜，你剩下31%，完了你的50万农民大豆就卖不出去了。50万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他的家庭如果是去乘上6倍。的话，这的人数就是300万，300万就是美国3亿人1%，这也算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所以他必须救。我先讲一下哈，现在大豆的问题很严重，就出口，现在就是贸易战打到他们的农民，就是所有的农作物很难出口，因为中国会用这种他们自己需求的底去找别的国家，像巴西、阿根廷有13%的这个大豆出口啊，这个巴西、阿根廷就超过51%，所以他丢到那个单就够了，所以他从5月到现在好几个月已经一颗大豆卖不出去，你说农民怎么办？我现在讲这贸易战打到什么程度呢？美国现在出口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卖不出去。第二个，进口也减少。
我想进口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关税很高，到底进口有没有减少？我想这跟东西有关。如果我们在经济学里面有讲到，那个价格弹性啊，如果是供给的价格弹性如果很高的话，我会讲变一个价格，那个出口商就会亏损，他会卖你，那你东西就买不到。第二个，但是如果当地的美国公民他们之间的需求的价格弹性很低的话，就价格变化，他还是一定要的话，我跟你讲，他不要不买，他就必须买单。一旦他是要买单，求着外国人去卖，有维持你原价，他关税自己买的话，美国非通膨不可。你觉得美国现在问题严不严重？所以他现在不是太平盛世，也因此你在讲说，现在川普要干嘛？他必须要有他的票，必须救他的农民。那当然，这个当然就是他的一个政治生存游戏，他必须。在政治上活下去，也要让人们真的喜欢他。而且你知道，气功部他已经不在乎，他已经多少次从斗局有多少次的方式，也告诉他自己说，反正尤其是不听我的，的确他就继续去除了。所以我现在重点就是在现在所谓激战的这个情况，他的关税不是他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让农民啊根本不知道数据如何在。这个又卖不出东西的时候，那农民讲这句话非常有道理，叫黑暗里种田，还不知道未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对，